这个实验震动了全世界，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实验证明，一个人从好人变成魔鬼，只需要短短的6天时间。人性本恶，所谓好人都是装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这个实验就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很多人对这个实验产生了质疑：这个实验科学吗？实验的自变量是什么？它经得起重复测验吗？接近半个世纪之后，实验者突然发现，对实验结果的解读是错的。新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他变成好人还是变成坏人，与这个人本身并没有关系。这个观点太颠覆认知了。假设有一位杀人犯，杀人罪名成立，能说他的杀人行为与他本身无关吗？斯坦福实验到底证明了什么？为什么结论如此不可思议？有关这个实验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把越南战争扩展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反战运动开始兴起，很多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占领行动。学生为什么会反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电视和报纸大量的报道了越南战争的真实情况，包括很多美军对越南平民的暴力行为。特别是1968年3月16日，美军第23步兵师查理连在南越的美莱村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导致347至504名平民遇难。美莱村屠杀震惊了世界，引发了美国各界强烈的谴责。这里面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军队里都是小年轻，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上了战场之后就丧失了人性，犯下这么惊人的暴行呢？好人到底是怎么变成坏人的呢？这个问题引起了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教授菲利普·京巴多的注意。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上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一共产生了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菲尔茨奖得主和29位图灵奖得主。这所大学有一种特别开放的学术氛围，只要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建议，学校都很乐于去采纳。在京巴多的班上，有一名本科生叫戴维·贾菲，他想设计一个模拟监狱的实验，就是找一帮大学生，把他们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扮演狱警和囚犯。过一段时间后，看看这个扮演游戏最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结局。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京巴多。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京巴多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正好美国海军想了解监狱里是怎样建立起权力制度的，他们就给京巴多赞助了实验经费。于是京巴多就开始设计实验。他找到一个真正的持枪抢劫犯当实验顾问，这个人叫卡洛。卡洛在监狱里关了17年，刚刚放出来没多久，他已经把监狱当家了，对监狱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随后京巴多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斯坦福大学要招募大学生参加一个关于监狱生活的实验，时间是1到2周，每天给15美元的报酬。那个时候的1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5美元，总共有75人报名参加。京巴多就从这75人之间挑选了24名看上去心理最正常、身体也最健康的人，然后用随机抽签的方式选出了9个人扮演狱警，还有9个人扮演囚犯。这个实验就在斯坦福大学乔丹楼进行。为了能近距离地体验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实验，我也专门去参观了乔丹楼。但是非常可惜，现在的大学都有门禁，根本进不去。根据京巴多书中的描述，他们把临时监狱设在了乔丹楼的地下室，恰好在楼外有楼梯能够下到地下室，可以站在玻璃门外看一看内部的布置。我只能站在门外脑补了一下实验的情景。时间来到1971年8月14日，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居民区警笛长鸣，红灯闪烁。京巴多专门请当地警察局配合他们进行实验。第一步就是让真正的警察严格按照逮捕罪犯的流程，去9名扮演囚犯的学生家里对学生进行抓捕。在给这些假囚犯做入狱登记的时候，登记的人会大声呵斥他们，这不是开玩笑，你给我把嘴闭上，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这是为了模拟审前的羁押。嘻嘻哈哈的情绪完全不见了，气氛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到了乔丹楼的地下室，那位真正的惯犯
也就是在监狱里度过了17年的卡洛，在他的指导下，地下室完全改造成了监狱的样子。所有的假囚犯又是一惊，警察抓捕、入狱登记，酷似真正的监狱。津巴多这三板斧上来就给这些假囚犯巨大的心理压力，逼迫他们进入到了真囚犯的心理状态中去。但这只是刚刚开始，实验的另一半早就在监狱里严阵以待，轮到9名扮演狱警的学生出马了。回看当时的照片，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奇怪，这些狱警是大学生吗？怎么都留着山羊胡子、大鬓角或者络腮胡子呢？因为那是1971年，当时的年轻人认为这种装扮很酷。其实他们并不老，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狱警身着整齐的制服，他们都戴着太阳眼镜，因为在美国电影里，警察通常都会戴墨镜，这样既有某种权威感，还可以避免扮演狱警的学生与囚犯进行眼神的接触。眼睛不对接的好处就是这些假狱警可以隐藏他们的真实情感，也可以减少他们内心的负疚感。所有的囚犯在监狱里都不许使用名字，而是使用编号。囚犯也不允许知道狱警的名字，而是称呼狱警为先生，就像美国电影里经常演的那样，只能回答 Yes sir 和 No sir。 狱警让所有囚犯都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进行身体检查，给囚犯全身喷除臭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拿囚犯的身体取笑、讽刺他们，这些都是自发的，没有人教这些假狱警应该怎么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脑补的，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狱警就会这么做。一切似乎已经进入了轨道，斯坦福监狱真的建立起来了。时间来到1971年8月15日，第二天一早，变故突然发生了。3间牢房里有2间产生了暴动，囚犯们撕掉了衣服上的编号，用床顶住了牢房的门，在牢房内与狱警对骂。前面讲了，实验一共找了24名学生，分别扮演12名狱警和12名囚犯。真正参与实验的有9名狱警和9名囚犯，另有3名狱警和3名囚犯是替补队员。9名狱警本来是3班倒的，每隔8个小时换班。现在监狱发生暴动了，怎么办呢？狱警立刻做出了反应，3名当班狱警就把另外6名狱警和3名替补狱警全部都叫来了。狱警使用灭火器逼退了守在门口的囚犯，最终他们攻破了囚犯的堵截，冲进牢房。为了以儆效尤，就是处理这些暴动的人，以达到警告他们的目的。他们立刻扒光了所有囚犯的衣服，把首犯代号8612的囚犯关进了小禁闭室。现在问题来了，9名狱警不可能一直守在监狱里，他们需要3班倒，每次只有3名狱警执勤。3名狱警怎样对9名囚犯进行管理呢？有意思的情况发生了，在没有任何专家的指导下，狱警们立刻就想到了分化囚犯的办法。斯坦福监狱里一共有3间牢房，其中1号牢房没有发生暴动。狱警决定奖励1号牢房的囚犯，给他们吃顿好的，剥夺2号、3号牢房囚犯吃晚饭的权利。2号、3号牢房的囚犯听到狱警的计划后都很生气，就对着1号牢房一起喊：不要吃，不要吃。但是1号牢房的囚犯还是把晚饭吃了。这件事打破了9名囚犯之间的团结，分化瓦解的策略产生了效果。2号、3号牢房的囚犯都非常的沮丧。每隔一段时间，狱警就会让囚犯们报数，把他们从牢房里叫出来做俯卧撑，不断的给他们下各种命令，做一些羞辱囚犯人格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狱警说，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维持监狱的秩序，所以不能让囚犯太闲了，还要经常给他们施加压力，让囚犯们对监狱保持敬畏之心。晚饭之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暴动的首领8612号囚犯的精神崩溃了，他有严重的情绪障碍，思维混乱，他无法控制哭泣，整个人都失控了。很显然，8612号囚犯的扮演者已经不适合继续进行实验了。在夜里的时候，津巴多就让他回家了。第二天实验结束，剩下的囚犯数8人。时间来到1971年8月16日，又一个新情况出现了。早上3名狱警来换班的时候，晚上值班的狱警告诉他们，有个家伙昨天晚上不老实，要新来的狱警好好关注这个人。以后这种汇报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在交接班的时候，狱警都会汇报前一班的情况。为了让实验更逼真，津巴多还组织了一个假释委员会。什么叫假释委员会？这是西方法律的一个特有的机构，
委员会的成员负责评估和决定犯人能不能提前释放。如果委员会认为囚犯已经改过自新了，就有可能释放他。剩下的8名囚犯都参加了假释委员会面试的环节。有2个关键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很多囚犯在这个环节都哭了，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有罪，自己是个坏人。不管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犯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会深埋在心里。这些囚犯在面对假释委员会的时候会流眼泪，说明他们想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看来实验制造的情景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位囚犯的扮演者。第二，有几名囚犯还因为自己在面试中表现不好而道歉，询问能否再进行一次假释的面试。这个实验已经完全超出了实验者的预期。斯坦福监狱这个假监狱变得亦真亦幻。原本的初衷只是做一个实验，但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真正的带入进去了。在这一天的晚上，又有1名囚犯精神崩溃了，他连续哭了几个小时。狱警问津巴多应该怎么办。黑人顾问卡洛提出，既然要做实验，就应该做得更像监狱的样子，要强硬地对待这个人。他说在真的监狱里，如果犯人哭的话，狱警会使用警棍敲打犯人的脑壳。但是津巴多坚决不同意使用更强硬的手段，所以他们就让这名学生回家了。第3天实验结束，剩下的囚犯数7人。时间来到1971年8月17日，实验进入到第4天。狱警们已经自我修炼出一整套管理犯人的方法，他们又想出了一个在囚犯之间挑拨离间的办法。他们发现416号囚犯不吃香肠，就要求416号吃香肠，但是416拒绝吃。狱警以这个行为为理由，不给同牢房的其他囚犯吃饭，这样其他的囚犯就会仇恨416号。为了进一步加深囚犯之间的不信任感，每隔几个小时，狱警就会让所有的囚犯换牢房。囚犯们互相怀疑对方是奸细，他们不再交流任何心里话。狱警还会让囚犯排成一队，互相咒骂其他囚犯是混蛋，是刺儿头，甚至让囚犯往同伴的脸上吐唾沫。出乎意料的是，所有的囚犯都照做了。狱警还强迫囚犯站在其他囚犯背上做俯卧撑。很显然，狱警做得很好，因为囚犯们再也没有联合起来反抗过狱警。有1名囚犯819号提出要看医生，狱警就让所有囚犯冲819一起喊819是个坏东西，这样819一下就崩溃了，他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当津巴多让他回家时，819哭着说他不能回家，他要回到监狱里去，他要证明给其他人看他不是个坏东西。津巴多大声地对他说，他并不是个坏人，整个事情都是个实验。突然间819停止了哭泣，他看着津巴多，就像一个从梦中醒来的孩子一样，然后他才分清了实验与现实的区别。但是他无法再进行实验了，他也回家了。在这一天，津巴多还找到一位真正的监狱牧师来做实验。通常美国监狱里都会请牧师来做犯人的心理辅导。这位牧师在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后，突然问囚犯，你有没有想过请一位律师来帮助你出去呢？大多数囚犯都会看向津巴多，他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实验吗？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其中有一位囚犯说，这个主意很好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是打算出去了。然后他就请牧师给他的表哥打电话，因为他的表哥是位真正的辩护律师。请大家仔细想啊，这名囚犯的行为实在是太奇怪了。这本来就是个实验，他没有必要真的请人去找律师帮他出去，他自己直接走出这个假监狱就行了。这说明在他的脑子里，这已经不是个实验了，这变成了一所真的监狱，所以他才需要请律师来保释他出去。这一天的晚上，津巴多的女朋友来看他，津巴多就请女友参观了实验场地。没想到他的女朋友在参观完监狱后突然生气了，他指责这个实验是不道德的。他认为囚犯们的精神健康明显出现了问题，而狱警们也呈现出暴力的倾向。他指出这个实验对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一种心理折磨，整个实验都是反人性的。在女友不断的劝说下，津巴多最终认识到这个实验对大家是不公正的，会造成所有参与人员心理上永久的伤害。他决定在第2天提前终止这个实验。第4天实验结束，剩下的囚犯数6人。时间来到1971年8月18日，一大早就有1名囚犯精神崩溃了，他痛哭流涕地请求津巴多放他出去，津巴多只好让他回家。
上午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情况。谁也没想到，昨天离开的牧师真的给囚犯的表哥打了电话。早饭刚结束，那位公共律师就赶来查看情况了。当时还剩下5名囚犯，公共律师跟每一位囚犯都谈了话，了解了情况，确定了这只是一场实验，他就准备回去了。最后他想，既然已经来了，就配合实验再表演一下。在走前，他对囚犯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陈述，我下周1再来。其实他根本就不会再来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所有的囚犯都高喊，下周1那可不行，我们多1天都不想待了。律师说，我也很想帮助你们，可是律师周末不上班啊。有几名囚犯立刻流下了眼泪，嘴里不停地说，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律师再次迷惑了，这不是个实验吗？既然这些人不想待在这里，直接回家不就行了吗？眼看所有人都越来越入戏，情况也越来越糟糕，津巴多当机立断，直接宣布实验就此结束，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在一瞬间，囚犯们都停顿了，似乎不相信这是个事实。接下来他们开始欢呼拥抱，他们知道实验真的结束了。津巴多回忆，整个房间内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欢乐。斯坦福监狱实验正式结束，原本预期2周的实验只进行了5天，但是津巴多还是按照2周的标准，给所有参与实验的学生都支付了报酬，每个学生210美元，相当于今天1620美金。20多天后，津巴多在全美心理学大会公布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全过程，在会场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当然，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很多专家认为实验设计的有问题，会引导扮演狱警的学生走向堕落。还有一些专家更激进，他们认为实验结果根本就是津巴多一手导演的。他不断鼓励和默许狱警对囚犯采取强硬的手段，这才是狱警从好人变成恶魔的原因。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斯坦福监狱实验不胫而走，他那个让人震惊的实验过程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实验这么感兴趣呢？因为根据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真实的人性。如何来解释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果呢？津巴多指出，一些平凡的人在特定的情形下，人格会突然堕落，将人性中邪恶的一面释放出来。他认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他一点权利，给他穿上一身制服，这个人马上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如果再给他编织一个听上去很崇高的理由，比如说为了祖国，为了全人类什么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做出非常残忍的事情，甚至做出违反人性的行为。津巴多将之称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是圣经里的一位天使，最终堕落变成了恶魔。但是津巴多对实验的解释过多地放在了狱警的身上。其实这个实验还有很多让人不解的问题，比如说，不单是狱警投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囚犯也在认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当狱警对囚犯越来越残忍，越来越失去人性的时候，囚犯们并没有为自己的尊严而战斗，相反，他们还会扭曲自己的人性去配合实验的进行。除了囚犯，黑人顾问卡洛、监狱牧师，甚至津巴多本人都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不知不觉在推动实验的进行。这是为什么呢？几十年后，津巴多开始反思这个实验，他给出了更加令人恐怖的分析。Most of the evil in the world comes about not out of evil motives, but somebody saying, hey, 他说，世界上大多数邪恶的发生并不出自于邪恶的动机。这句话意味深长。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完全颠覆前面的观点。为了解释清楚最终的结论，我们还需要将目光再次锁定回斯坦福监狱实验上。津巴多发现，每一班的3名狱警中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3种人。第一种叫强硬派，他会更多的下命令，会对犯人施加惩罚。津巴多称这种性格的狱警为1号狱警。在3名狱警中，3号狱警永远是最温和的一个，他对囚犯没有什么恩惠，但是也从来不惩罚囚犯，所以2号狱警就成为了关键人物。如果他支持那个温和的3号狱警，理论上这一班就会比较宽容，但实际情况是，所有的2号都选择紧跟1号，无一例外，他们都选择去追随权力。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情况。
为什么人会选择追随强势的人呢？原来追随下命令的人是最简单的选择，无需动脑子，也无需负责任。当掌握着局势的1号狱警告诉其他2位狱警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另外2位都会选择服从。3班狱警一共9个人，他们的行为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这样看来，人为什么会在6天的时间里就由好人变成了坏人，与人本身是无关的，只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情景有关。无论是什么人，只要给他设定好一个情景，他们就会根据这个情景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是谁来扮演角色，结果都是一样的。反之，囚犯、顾问、牧师以及津巴多本人，他们都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在按照一个目标前进，就是维护监狱系统，促成实验的完成。他们或多或少都陷入到自身的角色里，不知不觉地由好人变成了坏人。如果我们把实验比喻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就会发现这个实验的结局并不关乎个人变质的风险，它最终指向了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有人会提出质疑，你说一个人变坏与个人无关，这不是瞎说吗？那些杀人犯，他们做出的行为不应该由自己来承担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有一些人，他们天生就有心理与精神上的问题，他们以虐待、伤害他人为乐，不能控制自己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这些人是病人，病人属于另一个范畴，法律对他们也有不同的判决依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普通人，不是病人，我们不能混淆其中的概念。分析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节目开头的例子中去了。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南越美莱村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呢？按照津巴多的理论，这种杀戮不是个人引发的，而是战争这种强大的社会情景引发的。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果，与士兵是好人还是坏人无关。只要存在着战争，就一定会发生这种惨剧，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就一定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引人深思，它不愧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它最终告诉我们，情景的力量，也就是社会环境的力量，才是改变每个人的决定性的力量。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违反人性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好人变坏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出问题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